好，回到节目，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焦点，就是《人民日报》。那么连续8天发表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的中国经济专论。特别看到中财文这个名字，它其实是人民日报评论部长期在使用的一个集体笔名，有点像是我们报社这边的总主笔的概念是一样的。那主要呢发表重要的评论文章，特别是关于党建、还有思想理论以及政治方向的重要稿件，所以呢每次一出来的时候呢，会特别引发关注。那文章当中呢，这次看到有部分呢是为了要坚定各界对中国大陆经济的信心，当然也有部分呢直指当前中国大陆经济面临的挑战。比如说，像是外部的环境不确定性逐渐的上升，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还有包括刚刚提到的美国滥用关税来削弱世界经济增长的动能。那在国内呢，则是看到了中国大陆国内的大循环存在着卡点跟土点，那么还有包括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地方财政出现了一些矛盾的这个情况那房地产市场现在也在等待回稳止跌的过程当中。所以聂老师现在大家现在关注的是4中全会的“15+5”规划。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他们内部也在检讨，是中国大陆内部的经济挑战要如何来克服。所以您觉得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宏观调控的一些做法呢 ？OK， 我觉得你谈到5计划，对大陆来讲是非常之重要。我觉得大陆这个所谓的以前叫计划，现在叫5规划，对他们的这个经济发展或者他们的达标，要不要达标的这个努力以赴真的非常重要。他们从1953年开始做他们的5计划嘛，一直到了他们有几个非常重要，我们都看到的，比如他们的第一个100年目就是建党100年，在1921年成立这个共产党之后，他们在2021要全民脱贫，有没有达到？他们用了非常多的所谓的薪资倍增计划，一波又一波，从15、15、12、5，真的就达到了所谓薪资倍增。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每5年嘛，就是2020、2025，现在到2030，他现在在2015的时候的13+5计划又丢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就是那时候文稿写了一个中国制造2015写的2025，它是3步走，25、35、45。25要达到什么呢？要达到世界的所谓制造强国，但是到25、35就不得了了。它要达到一个叫做全民建造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也就是说，它跟美国绝对不会输美国。但2045就更可怕了，它就要世界第1强国。所以第1制造国，他的想法就是，他的1949年到2049年建政100年，或者叫建国100年，要号称世界第1嘛。当然，我们不要讲第3个，可能是建军嘛，党政军，那就是2027了。那对台湾就有关系了，这个我们就注意一下。但我讲这200年，它在一步一步达到的时候，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计划。但刚刚也碰到了疫情，在那一段时间，2020到2023，中国受到很大的重创，它的风龙锁国，你说对也对，错也错。造成它的经济是下滑，而且在2020，它的3道防线的对房地产说是房子是用来住的，这个人的确打到了恒大、碧桂园，全部一系列打到很惨。那中国的经济在很多外国人看，真的很多报纸是真的不好，房地产不好，整个经济不好，要达标，每次2会要开说5%都不一定达到，不管它数字怎么弄。年轻人躺平，现在那个青年失业真的很严重。不过呢，我会分析中国它的底气是够的，因为讲话它它的外汇存底从这个1兆、2兆、3兆、4兆到2011年3兆、2014年4兆突破到这么多，他们的积蓄已经到达足够的底气。的确，你现在看到经济换有点水池，有点停滞，它水量是够大，所以这个国家要跟它的对手美国来比，刚好相反。那个空洞化的国家，它消费力虽然很高，可它真的很空洞化，这是2回事。所以我讲它的达标计划还是有达到。那你刚刚讲到说你问的是什么样的宏观调整？当然，从我们去收文所看到的，他很清楚讲说，第一要吃到内需，第二要吃到生产力，第3呢，它是要提升社会福利。当然这是口号式的，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它里面也强调说，它刚好是一个所谓的过渡期，什么呢？就是刚刚讲达到过渡的所谓的强国，叫现代化强国的这个路程。所以它的2025推荐到2035，那2030到2035就要达到我讲的世界第1，这所谓的首届强国的这个目标是他要走的。因此，当然现在看到，那当然他们的智囊团一定会在这时候一定会想到，现在他们面临到的所谓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向它提升？对，这个您刚刚特别提到中美2国在比底气Russ， 美国的底气在哪里？美国的底气因为现在提到的是中国大陆底气是够的。我觉得川普不会认为这个是一个问题啊。怎么说？因为他觉得他的贸易政策是对的，他觉得这个贸易战是必须要做，制造要拉回美国了，不要让那么多便宜的进口商品进来美国了，所以有各式各样的，不管是这个港口费或关税等等。这一次，川普从早就说他有这个想法。所以
这个川普不认为这个是个问题哈。他真的不认为。拉回来看说中国大陆的底气啊，我要请教倩姐啊，因为我刚刚特别提到说这个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啊，他指出说，2012到2024啊，中国大陆的 GDP 从54万亿元增长到了135万亿元，年增长的比率大概平均是6%哈，接近全球经济 GDP 的，就是全球经济 GDP 是3.1%的2倍哈。所以他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大陆经济有挑战，但是呢稳得住。数据归数据啊，但是实际上看得到哪些因素或者做法，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陆的经济体质其实是可以 hold 住的。对，我们时常会看2个方向，一个是宏观，一个是微观啊。我知道有很多住在大陆的人，他在微观的自己的经历上面呢，觉得有很多的困境。譬如说刚才说的年轻人躺平啊，有些城市觉得不好。但是你从宏观来看的话呢，从今年2025是“14+5”的收官之年，那2025中国制造的基本的目标全部都达成了啊，而且也达成了刚才聂老师说的4亿人脱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就，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一个经济发展模式能够让4亿人口脱贫啊。但是这些人4亿人口脱贫了以后，他们下一步要往哪里走？当然就是下一个15+5的挑战。所以从现在往前看的话，刚刚讲了2025是14+5的收官，那接下来你有2030的碳达峰，因为你还有2060的碳中和，你有2035的中国标准。所以我们如果把中国标准当成工业4.0的一个收官的话，你从那边倒回来看，现在要做些什么事情？第一个是你在成长的部分呢，要往新质生产力这边推。那我们现在所有看到的中国大陆的这些作为呢，就是推动什么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不只是制造业而已，连服务业也是在往这个新质生产力这里推。所以他把他的成长的引擎，最早以前是那个投资拉动，然后后来是出口替代，那现在呢，他在往新质生产力这边推，那是很明确的。第二个就是 reform 啊，它的那些改革还是要继续进行的，那包含了体制的改革，金融还没有对国际全面的开放，还有呢，国内跟国外2个循环中间有很多需要去调整的。包含了刚才讲的房地产，我时常提醒大家，美国发生房地产风暴的时候，就让全世界买单。2008次贷风暴，而中国发生房地产风暴，而且产生了城投，就是城市的财政发生问题的时候，它基本上是用中央下来背债，定向增发，然后去解决，把短债拉长，让它内部去逐渐的吸收，它并没有让全世界的人买单啊，所以。最近看到许家印他们家的全球的资产会被追回来，我觉得像这些滥用国家资源去对自己不当独立的人，当然是要用法律去严峻的制裁。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建商，他们不见得是像许家印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麦子跟稗子要把它分开来。reform 这个部分呢，国内的大循环中间有许许多多需要去继续去改变的地方，包含了他们前段日子所说的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要用城市呢，把所有的国家所发展出来的这些福祉呢，能够打到不同的城市去。所以 reform 要做以外，我觉得下面呢就是 opportunity 未来发展，因为前面讲的都是过去，要达到2035中国标准，你在 AI 跟 quantum 一定要做得好。对，那再往前面稍讲一点，2030的碳达峰，你绿色转型跟数位转型要完成，所以未来的第一个5年计划一定是在数位转型那个跟绿色转型地方会大量的运用各种的国家资源，但是同时也要为 AI 跟 quantum 就是量子这个地方去铺垫，才会达成2035的工业4.0的2035中国标准。对，所以这2个阶段每一个都很重要，而中间就会产生新的游戏规则和新的计划。新的机会，所以如果说有些年轻人觉得说他觉得现在经济很卷啊，觉得要在家里躺平的人，一定要再想想，因为你碰到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 ，AI 的转型跟数位 quantum 绿色的转型呢，都会让中国成为全世界科技的前沿，可以界定未来的标准。对，现在大家在关注的就是说这个4中全会哈，10月20号到23号召开。那特别看到 UBS 他们做了一个预测，他说
中国大陆呢将会在“15+5”规划当中，把他们的 GDP 的成长目标定在4.5%到5%这中间。不过现在问题来了，就是美中的科技争霸是就是一个大趋势。那现在呢，在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就是联邦众议院这边的这个委员会呢，那么有公布一份调查报告，说就算美国跟盟友们试图的限制中国大陆制造晶片的能力，但是大陆去年仍然从5家主要半导体制造设备商合法的采购了价值大约有3800亿美元的半导体设备啊。哪5家呢？包括了美商印材啊、科林研发、科磊，还有呢艾斯摩尔，另外就是东京威力科创啊。那所以这显示说，中国大陆呢企业采购的额度真的还不小哈。这5大企业总销售额中国大陆就占了将近快40%。言下之意，也就是说，如果这5家企业如果失去了中国大陆的市场，失去了他们的订单，恐怕问题就很大。那所以呢，我要问 Russ 的就是，这是不是代表说美方要求盟友来进行一个科技管制？但是实际上，这群盟友他们要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掉单，是这样的吗？承受得了吗？所以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当然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不管是半导体相关设备业者，或是美国公安人士、外交、商务部等等人士了。我只能说，这份报告出来之后，方向是很明确，那就是美国会再次向盟友，不管是日本、荷兰等等国家，再次施压，加强这个出口控管。那不管是类似的出口控管或者制裁，比如说欧洲或美国制裁俄罗斯，你第一波或第二波的制裁或出口管制，你总是会发现不是很完整，总是会发现还是有漏洞，所以一定会再次管制这些出口到中国去。所以当然这些企业会受到大的影响，但是如果问题是会不会以后会有更多的出口管制，一定会有。好，管制会加大，会继续。可是有一个实际的问题，你管制了，你要他不卖中国大陆，他卖给谁？美国国内这个半导体的职场是正在扩大，这个也是事实。买家在哪里？不管是台积电、三星、Intel 等等，他们都在美国有扩大制程，对不对？所以即使失去部分中国的订单，那他们在美国国内还是会有好大的机会。你认为在美国还是会有它的内需市场？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虽然是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做法，但是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谁在执政，谁在白宫，谁当总统，美国已经做下决定，需要补助这个半导体行业就会补助了，这也是事实了。好，那总而言之，其实美国现在意识到有非常多的问题包括等一下我们要回来聊的，就是说呢，军方也必须要进行大整顿、大改革。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